家族总是会有一种迷之默契，就连摔倒都能前后发生。爱宝前脚刚在独木桥上摔了，后脚瑞宝这里跟过来时也在这里摔了。用老话讲，爱宝和瑞宝今天应该是冲着什么东西。爱宝爬起来后来到了小亭子上，转头看向瑞宝和辉宝，这姐妹俩倒是没心没肺，在一旁玩得火热。爱宝眼看在这俩人身上是得不到一丝安慰了，爱宝转头走向了奶爸的通道门口。爱宝再大也是个宝宝，也需要哄。爱宝坐在奶爸门口表示自己需要安慰，而姐妹俩这里则是另外一个画风。瑞宝张大嘴巴冲着辉宝的脑门就咬了上去。不能总说瑞宝总是受欺负的那一个，那只是瑞宝让着辉宝不想出手。爱宝和姐妹俩这里的画风真是一个不轻。等一会儿，爱宝在睡梦中听到了奶爸的呼喊，爱宝伸了个懒腰，打算回家了。今天瑞宝没有着急往家走，因为手里还有一根没吃完的竹子呢。而辉宝这里依旧是赖在树上，具体什么时候下来，辉宝有他自己的想法。这时宋三岁走了进来，宋三岁拿走了瑞宝手里的竹子。宋三岁表示盆盆奶都给瑞宝准备好了，回去吃盆盆奶吧。接着宋三岁又来到了辉宝这里，宋三岁把辉宝的竹子也收走了。宋三岁为了哄辉宝，偷偷给辉宝嘴里塞了块小零食，但不巧这都被姨姨拍下来了。等江爷爷来了，回头就给江爷爷告状，表示宋三岁有吃的，只给他的宋光军，不给江小瑞。虽然瑞宝没有吃到小零食，但瑞宝还是听宋三岁话的，主动跟着宋三岁来到通道门口等待开门回家。而辉宝这里吃了小零食后，依旧没给宋三岁面子，反而还咬了宋三岁的手。此时宋三岁心想，白瞎自己刚才那块小零食了。眼看辉宝不想下来，宋三岁果断离开，不然姨姨们又该说自己像个傻子。而辉宝这里眼瞅爷爷走了，又惬意的躺下了。具体辉宝什么时候下来，要看辉宝自己的心情了。今天早上姨姨来看瑞宝和辉宝，早上的排队人数相对于福宝营业时人流量少了一些，不过要想第一批看到瑞宝和辉宝，仍需要跑步前行，经过姨姨一路小跑加排队。姨姨这次看到瑞宝和辉宝用时半个小时。此时爱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而辉宝正仰面在妈妈旁边睡着觉，而瑞宝这里依旧是睡在自己的小滑梯上。小滑梯像是瑞宝的阿贝贝，瑞宝睡在小滑梯上比睡在妈妈身边还要有安全感。而乐宝此时也正在室内园区，乐宝依旧是一副退休老大爷的状态，在小亭子上吃着竹子，心情很是舒畅。爱宝刚吃饱，爷爷就喊爱宝回家休息了，而姨姨也要重新去排队了。等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，瑞宝又爬到了小树上，而辉宝则守在树下陪着姐姐。姐妹俩这模样，莫名的让人感觉可爱和温馨。瑞宝在小树上辗转反侧，始终找不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姿势，而树下的辉宝此时都坐累了，直接躺了下来。而爱宝此时正在小木床上，没有姐妹俩的打扰，爱宝现在很轻松。而这次乐宝来到了室外园区，吃饱饭后正在室外园区做有氧运动。乐宝在园区转了一段时间后，觉得到下班点了，来到通道门口喊奶爸给自己开门。乐宝看到通道门口没有反应，心想应该是自己记错了时间，又转头去了小亭子上吃了会儿竹子。昨天宋爷爷来到园区陪姐妹俩玩耍，宋爷爷坐在草地上拍手让姐妹俩过来。率先过去的是光君，因为光君最喜欢和宋爷爷玩，姨姨们还为此给光君取名为宋光君。光君陪在爷爷身边黏来黏去，一会儿啃啃爷爷的皮靴，一会儿抱抱爷爷的胳膊，像是在跟游客们炫耀自己跟爷爷天下第一好。而宋爷爷也在迎合着光君，光君抱着爷爷皮靴，一下给爷爷的皮靴脱了下来。这一下光君可开心了，抱着爷爷的皮靴直接翻出了画面。宋爷爷陪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后，抱着姐妹俩便回家了。宋爷爷先给辉宝抱了回去，又回来抱瑞宝。宋爷爷拿着瑞宝的小手和游客们说再见。瑞宝这乖巧的模样简直太可爱了。爱宝母女三个在树上玩闹，宋爷爷在一旁开心的拍照。早上爱宝带着双胞胎出门营业，瑞宝出门后就爬到了小树上，这个习惯和福宝小时候一样。之后爱宝为了教育瑞宝也爬了上去，瑞宝吓得立马给自己缩到了独木桥上，时时盯着妈妈的眼色，随时准备逃跑。爱宝爬到小树上后一动没动，单纯用眼神就给瑞宝吓退了。瑞宝老老实实的一点一点的从独木桥上滑了下去。爱宝看到瑞宝下去后，转身坐在小树上休息了一下。而宋爷爷看到这有趣的场景，也忍不住来到园区，拿出手机记录了一下母女三个的有趣生活。而在昨天，辉宝也跟妈妈上演了同样的一场爬树的故事，只不过辉宝爬的是另一个小树，而当时是江爷爷值班，
江爷爷看到爱宝要准备给辉宝上课了，立马懂事的离开。爱宝看到辉宝爬树后，便立马上前去制止辉宝。辉宝在树上躲避着妈妈，而瑞宝此时路过，让妹妹加油。辉宝紧紧抱着身旁的竹子风铃，死活就是不下去。爱宝没有拗过辉宝，便放弃了。辉宝被江爷爷誉为熊猫界的蜘蛛侠，可不是白叫的。一会儿，爱宝看到爷爷来了，以为是要让自己回家休息了呢，立马从树上下来。爱宝不像姐妹俩没有上班的观念，爱宝深知上班的痛苦。爱宝看着奶爸一直举着手机拍，也没有要给自己开门的意思。爱宝爬下小亭子，打算亲自问一下奶爸怎么个事儿。宋爷爷看到爱宝来了，立马把门关上了。好奇的瑞宝看到妈妈去爷爷门口了，也跟了上去。今天的瑞宝和辉宝又换了性格，而辉宝则一直在小亭子上老老实实的坐着。姐妹俩这经常互换性格的事情，让有些姨容易搞混。一会儿，瑞宝看到妈妈去到通道门口了，立马跟上去，想跟妈妈一起回去。爱宝看到瑞宝跑了过来，立马堵住通道门口。现在爱宝和爷爷们是一条战线上的，明白要让瑞宝留在园区营业，而爱宝自己则要回房间独享自由的熊生。而乐宝这里又在到处做标记了。乐宝想着今年奶爸会不会再给自己变一只小母熊出来，但无奈韩国只有爱宝一只女大熊猫，如果再多几只女熊，想必用不了几年，乐宝就会拉高整个韩国的生育率。可怜的宋光君只是为了要个竹笋皮，还挨了妈妈的打。不过爱宝小脚在辉宝脸上蹬来蹬去的样子还是蛮可爱的。另外这也不能怪爱宝，随着辉宝和瑞宝渐渐长大，味蕾也越来越丰富，外加最近宋爷爷经常给辉宝和瑞宝投喂小零食以及大竹笋，瑞宝和辉宝现在也喜欢上了吃小零食，所以最近爱宝的小苹果经常失窃，这让最近爱宝找奶爸告状的频率都增加了。所以爱宝现在不能不防着点，尤其是小苹果，如果没人打扰的话，现在辉宝能将完整的一块小苹果都给吃掉。以前爷爷们主动给姐妹俩小零食，是因为姐妹俩根本吃不了，只能拿来玩，而现在已经完全超出了宋爷爷的可控范围了。当宋爷爷听到爱宝的告状后，爷爷为了杜绝辉宝喜欢偷妈妈小零食的这个习惯，宋爷爷会替爱宝盯着，而小零食被爷爷拿走后，仍然不死心的继续在竹子堆里找寻。这让我想起了福宝的小时候，福宝当时偷爱宝窝头的这一系列动作，完全是教科书般的存在。这天福宝在爷爷哄劝下来到了室外园区，福宝这次出来没有立马去找妈妈，而是与妈妈分开坐。爱宝在小亭子上，福宝去了小木床上。此时江爷爷已经开始觉得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并提醒爱宝小心福宝会吃掉你的窝头。但是爱宝没有听到，虽然画面看似比较近，但实际上爱宝此时的位置和江爷爷离得挺远的。而此时吃上妈妈窝头的福宝表现得很是淡定，福宝假装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推着将窝头放在怀里，防止妈妈看见，然后开吃。下一秒，福宝带着窝头来到妈妈身边，江爷爷以为福宝变懂事了，以为福宝是主动给妈妈把窝头拿过来，可还没等爱宝反应过来，福宝就往树上爬。等爱宝反应过来时，福宝已经爬到了树上。福宝这操作真是富贵险中求呀！不过爱宝也没有放弃，追上前去抢。最后福宝还是很大方的分了妈妈一小块窝头。而现在爱宝的逆子从一个变成两个了，爱宝更有的受了。虽然瑞宝和辉宝跟妈妈抢零食的画面很可爱很治愈，但就是太费爱宝了。